考试就要有考试的样子，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能抬头，谁抬头谁就是作弊，取消考试资格。大哥，别给我差评了，我路上遇到鲨鱼才超时的。起初没有人料到这场暴雨会下上整整1年，直到滔天巨浪吞没整个小区，我眼睁睁看着冰冷的雨水灌进我和男友的出租屋里，短短几秒就要填满了整个房间。于是我只能屏住呼吸，拼尽全力向房门游去，可面前的门却怎么都打不开。此时门外隐约传来2个熟悉的声音，是我的男朋友顾修远和好闺蜜沈初雪。原来这对渣男女竟然联手把我反锁在了即将被淹没的房间里，而他们自己却逃去了天台。伴随着愈发强烈的窒息感，我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在这个廉价出租屋里为了所谓的爱情赔上性命。也许是上天眷顾，再次睁眼时，映入眼帘的是全屋定制的昂贵吊顶。我下意识地摸向床头，手机上的时间显示2026年6月15日。一阵狂喜涌上心头，我竟然重生回了末日暴雨降临的3天前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新活了一次，我发誓绝对不会轻饶了顾修远和沈初雪这对渣男女。上一世沈初雪总是装出一副清高模样，劝我跟顾修远分手，背地里却早就和他勾搭在一起了。而顾修远那个软饭硬吃的渣男，一边花着我的钱，一边嫌弃我不肯婚前同居，最后竟然为了抢夺生存物资，亲手把我送上了黄泉路。桌子上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正是顾修远发来的短信：宝宝生日快乐，到时候我会带上初雪一起来给你过生日，放心，他保证只吃饭不乱说话。看着屏幕上的自我冷笑出声，如果不是重生，我肯定又会傻乎乎的感动。但这次我没有回复，而是直接把手机扔到一边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钱囤货。我清楚地记得3天后的生日当天，那场末日般的暴雨就会开始，全球90%的陆地被淹没。虽然我现在身处的这套35层大平层是父母送我的成年礼物，但这毕竟是用来住的。如果要把足够生存几年的物资都堆进来，哪怕是200平米的大平层也根本不够用。我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迅速打开手机里的各大银行 APP 和网贷平台，不需要犹豫，不需要心疼利息，因为3天后这些数字将变得毫无意义。信用卡套现、信用贷借呗、花呗白条，只要是能借的我全都撸了出来。我又把手里的几个爱马仕包包和理财产品全部低价变现，加上我原本卡里的存款，手里瞬间多了将近800多万的现金流。看着银行卡里的一长串数字，我立刻打开了业主群的通讯录。这层楼一共是4户，除了我中间这套3502，左边的3501和右边的3503一直都是空着的。听说那是2个炒房客买来投资的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联系了中介和那2个房东。我提出愿意溢价20%用现金全款买房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今天立刻签合同交房。面对金钱的诱惑，那2个房东答应的比谁都快，仅用了1个上午，我就拿到了隔壁2套房子的钥匙。有了这2套房子做仓库，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囤积海量物资，也不用担心把自己的生活区弄得乱七八糟。解决了场地问题，接下来就是物资了。第一站我直奔本市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。我找到一家粮油批发店，老板正愁生意冷清，见我进来还没来得及招呼，我就直接甩出一张清单。老板五常大米2000斤，这种真空包装的要最新日期的，特级面粉1000斤，挂面500箱，还有红薯粉、土豆粉各500斤，菜籽油、花生油、玉米油各50桶，调料也不能少，盐、糖、酱油、醋、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，按你们店里最大的库存给我装，尤其是盐给我拿足200包。末世后期盐就是硬通货，老板吓得烟都掉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开超市啊？我面不改色，对公司搞福利，我刚租了2套员工宿舍，麻烦你直接安排工人帮我送货上门，把东西搬进屋里码好，运费我双倍给你。听到有钱赚，老板笑得合不拢嘴，立刻安排了卡车和5个壮汉搬运工，搞定了主食，紧接着是重头戏，水和耐储存食品。虽然外面全是水，但末世来了之后，水里泡满了尸体和细菌，根本不能喝。我订购了1000箱矿泉水，500桶那种大桶的纯净水，还有各种口味的罐头，午餐肉罐头、金枪鱼罐头、水果罐头、压缩饼干、自热米饭、方便面，这些东西体积大、重量沉，我全部让商家安排送货，并且指挥他们将这些笨重的物资全部堆进了左边的3501号房。看着原本空荡荡的3501，瞬间被堆满了米面、粮油和矿泉水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超市仓库。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一半。接下来是生活用品，卷纸、抽纸、湿厕纸、姨妈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洗衣液，这些东西虽然不重，但是占地方。我直接按卡车进货，把右边的3503号房变成了日用品仓库，尤其是姨妈巾，我足足囤了够我用20年的量。这东西在末世后期简直是有价无市的奢侈品。至于我自己住的中间这套3502，我要用来存放最核心、最贵重的物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了冷冻食品批发市场，直接包圆了一家冷冻肉铺的精品存货，顶级的 M9和牛，切好的羊肉、卷肥牛卷，杀好洗净的土鸡土鸭，还有波士顿龙虾、帝王蟹，这些东西比较娇贵，需要冷冻保存。我专门去电器城买了3个双开门的大冰箱，还有2个商用卧室冰柜，全部安放在我自家的次卧里。这些肉类和海鲜，我没有让搬运工动手，而是自己用小推车一趟一趟像蚂蚁搬家一样，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家，塞满了每一个冰箱的角落。这可是我在末世改善生活的根本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我有这么多肉。除了吃的，能源也非常重要。大型发电机太吵，而且柴油不好弄，我选择了更适合家庭用的储能设备。我买了几组大容量的户外移动电源，还买了几套折叠式的太阳能充电板，这种板子铺在阳台上就能发电，虽然功率不如工业发电机，但足够维持我的冰箱和手机照明使用了。我还买了几10个大容量的充电宝，
确保我的手机和平板永远有电。除了这些，我还偷偷去了一家专卖射箭器材的俱乐部。买枪是不可能的，但在末世一把高质量的复合弓绝对是远程杀器。我花重金买了2把顶级复合弓，配了300支碳素箭，甚至还买了几套防刺服和防爆头盔，还有高硬度的工兵铲多功能求生刀、防狼喷雾电击棍，还有一艘已被不时之需的充气冲锋舟。这些保命的家伙被我藏在了床底下最顺手的地方，谁敢来抢我的物资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带刺的玫瑰。晚上我在梳理物资清单时，发现还有最重要的药品没有买。在末世里，一盒退烧药甚至比黄金还贵。想到这里，晚上我失眠了，一大早起来就去筹集药品了。我跑遍了全城10几家药店，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、止痛药、维生素，尤其是有伤口消炎作用的云南白药和碘伏，我直接清空了3个药店的库存，还有抗过敏药、止泻药、退烧药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甚至还雇了几个跑腿小哥帮我分头去买。这些药品体积小，价值高，全部被我锁进了卧室的保险柜里。3天来，35层热闹非凡，送货的工人一波接一波。但我很聪明，我让他们把重物都搬进了左右两边的空房，只说那是公司仓库，而我自己的家门始终紧闭，只在没人的时候，我自己偷偷运送一些贵重物资进去。等到最后送货的人离开，我看着左边堆满粮食水的3501，看着右边堆满日用品的3503，再看着中间塞满冻肉海鲜和药品的3502，这种坐拥金山的感觉，简直比中了彩票还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联系了做防盗门的师傅，不仅加固了我自己家的大门，连同隔壁2套房子的门也全部换成了银行金库级别的机械密码锁，门内侧还加焊了粗壮的门栓，还麻烦师傅帮我打通了通往隔壁2间房的门洞，这样方便我不用出门就可以拿物资。所有的窗户玻璃我都贴上了最高等级的防爆膜，还加装了厚实的隔音棉。我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。忙完这一切，已经是第3天的傍晚了。我瘫倒在真皮沙发上，浑身酸痛。虽然大部分重活是花钱请人干的，但这2天的统筹和收尾工作也累得我不轻。我随手撕开一包牛肉干，一边嚼着一边打开了电视。新闻频道里依旧是一片祥和，气象台只是轻描淡写的预报说近期会有降雨。没人知道这场雨一旦落下，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那个恶心的3人小群。顾修远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！你是最让人喜欢的小寿星，爱你哟，么么哒。沈初雪紧接着发了一个红包，亲爱的，快回来啊，我们在你那个出租屋等你呢。看着这2条消息，我胃里一阵翻腾。上一世我就是在这个出租屋里丢了性命，这一世剧本该换我来写了。我走进浴室，打算舒舒服服泡个澡，因为我知道等暴雨一开始，自来水很快就会停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泡澡的机会。我把浴缸里的水放得满满的，还在里面撒了玫瑰花瓣，享受着这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。吹干头发时，顾修远的电话打了进来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亲爱的3个字，我强忍着恶心接通了。宝宝你在哪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他的声音依旧那么温柔体贴。听着这虚伪的声音，我看着窗外已经开始聚集的厚重乌云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却装得无比遗憾。哎呀，修远真不巧，我妈突然想我了，非让我回老家陪她住几天。我现在已经在高铁上了，今晚肯定回不去了。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沈初雪的声音插了进来，带着假惺惺的语气，我们买了一大堆菜呢。我故作轻松地说，你们先吃吧，别等我了，那些菜你们尽管吃，就当替我过生日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几乎能想象到那2人在出租屋里大快朵颐的样子。那个出租屋所在的小区地势低洼，是整个城市最先被淹没的地方，而且那个小区的排水系统极差，一旦暴雨来临，那里瞬间就会变成汪洋。希望他们这顿饭吃得开心点，毕竟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顿安稳饭了。轰隆一声巨响，窗外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防弹玻璃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，晚上的8点27分，末日正式开始了。此时那个3人小群又炸锅了。顾修远发来一张照片，是一桌丰盛的菜肴，中间还摆着一个生日蛋糕。宝宝，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等你。照片里全是沈初雪爱吃的清淡口味，没有一道我爱吃的辣菜，甚至连那个蛋糕也是沈初雪最喜欢的抹茶味。我冷冷地看着屏幕，心里最后的一丝涟漪也消失了。此时电视新闻终于插播了紧急通知，本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未来2小时降雨量将超400毫米，且将持续增加。窗外的世界迅速被雨幕吞噬，原本喧闹的城市瞬间变得嘈杂起来，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尖叫声混成一片。而我坐在温暖干燥的35层豪宅里，打开了全屋的新风系统，从冰柜里拿出了一盒顶级的 M9 和牛，又拆开了一包麻辣火锅底料，还有我最爱的鸭肠毛肚皇后。锅里的红油咕嘟咕嘟冒着泡，香气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。手机又震动了，顾修远，雨太大了，好像有点不对劲，门口的路都淹了，水已经漫到台阶上了，你确定不回来了吗？我夹起一片烫得刚刚好的牛肉放进嘴里，鲜嫩多汁的口感在舌尖炸开，配上一口冰镇的可乐，这种感觉简直就是神仙日子。然后我慢条斯理的在群里回了一句，回不去了，雨太大，高铁停运，你们就在那住着吧，千万别出门哦。放下手机，我看着窗外宛如瀑布般的暴雨，举起手中的可乐，对着虚空轻轻碰了一下杯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复仇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接下来就让我看看，在饥饿和恐惧面前，你们所谓的真爱和友情到底能撑多久？而我也早已准备好，这一世必须好好收拾那对背叛我的渣男女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
末日暴雨终究还是来了，我躲在35层的豪宅里享受美食，而那个早就背叛我的男友和闺蜜，此时却在暴雨里狼狈地寻找生路。哪怕我很清楚，他们两个很可能会在这恐怖的暴雨中丢掉性命，但我也绝对不会心软开门放他们进来，只因为这一世我是重生而来。就在末日暴雨降临的第2天，群里那个背叛感情的渣男男朋友竟然还假惺惺地发消息来关心我，叮嘱我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别出门。紧接着没过多久，我的好闺蜜沈初雪也发来了信息，说今晚恐怕是没办法回去了，只能暂时借住在你和男友的家里。沈初雪发完还在后面加了个偷笑，这操作让我胃里一阵阵的翻腾，恶心的差点直接就吐了出来。而他们嘴里所谓的什么越界的事情都不会做，就像是故意在跟我炫耀一样，其实他们背地里什么事情都做了，我根本没搭理那些让人恶心的消息。想想以前的我真是傻得有点可怜，自以为拥有了这世上最完美的爱情，还有那个最值得信赖的真挚友情，却不知道他们早就联手背叛了我。我仔细回忆起上一辈子的种种细节，原来他们的背叛早就已经有迹可循。我记得每次沈初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男友顾修远总是能掐准时间及时出现，然后贴心的递给她一杯热姜糖茶。反而在我生理期肚子疼的时候，他直接给我递来一杯加冰的可乐。顾修远做饭的手艺确实还算不错，可只要沈初雪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，那桌上所有的菜就绝对看不见辣椒，因为他心里清楚沈初雪不喜欢吃辣，同时也明明知道我是无辣不欢的。原来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细节，早就暴露了他们背叛我的种种证据。此时窗外的大雨越下越疯狂，没过多久，外面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恐怖的闪电和雷声疯狂交织在一起，雨点就像炮弹一样狠狠砸向玻璃。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落地窗前，无意中看到水面上飘着一个小红点，我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的位置。我立刻拿起身边的望远镜仔细看，却看到原来是一位落水的环卫工人在洪水中拼命挣扎。不料突然一个浪打来，他整个人瞬间被卷进水里没了动静。这场残酷的末日灾难才刚刚开始，鲜活的生命就像垃圾一样廉价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洪水吞噬了。我紧张得不敢呼吸，突然一道惊雷劈下，半个城市瞬间失去了光亮。电闪雷鸣的瞬间，洪水从远处像慢马奔腾一样卷了过来。哪怕我站在35层这么高的地方，看到这幅场景也被吓得两腿发软。整座城市就这样被洪水给吞没了，那些矮点的楼房瞬间失去了光亮。好在我附近的小区都是新建的高楼，供电设施没有被破坏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赶紧找出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。看着远处那片停电的老旧居民楼，心里暗自欣慰，好在我早就贴上了单向透视膜，就算有一天全球停电了，外面也看不见我屋子里的光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网络还没断。我随手点开了手机上的短视频平台，热搜上全是这次暴雨引发的惨状。才短短2天，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800人，这个冷冰冰的数字真是触目惊心。由于商场和超市里的东西早就被抢光了，人性在灾难面前的丑陋也彻底暴露。新闻里说，目前救援物资非常短缺，意思就是救援队一时半会来不了，想要活下去，现在只能靠我们自救。我坐在宽敞的房子里，看着屋内一切，我爸妈就像是能未卜先知一样，当初不仅特意为我家雇了房屋装修，还在顶楼专门做了超高强度的防水，想要撑过这场漫长的暴雨，或许应该没问题。时间来到了暴雨末世的第3天，顾修远又开始在群聊里活跃了起来。他随手在群里发出了几张现场照片，照片里是我和他曾经住过的那个家。我们那个房子位置比较低，是在6楼，但是现在的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了，积水早已经把床板彻底淹没。顾修远开始在群里面不停地哭诉，问我是不是还在妈妈那边待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沈初雪的信息也跳了出来，我记得你还有一套在顶楼的公寓，我们现在已经往你那边赶过去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瞬间咯噔一下，并且感到懊悔不已。记得在上一世的时候，我和闺蜜沈初雪的关系特别要好，好的就像是穿同一条裙子的亲姐妹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对她毫不保留，而且还曾带她来过我的豪华公寓。以前为了表达我们之间姐妹情深，我甚至还傻乎乎的给过她一把我这套顶层豪宅大门的备用钥匙。可是看看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？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，沈初雪那边又发过来了一条信息，我手里正好有你家的备用钥匙，不管你在不在家，我们都要拿着钥匙直接进去了，现在马上就要到门口了。我吓得手一抖，直接把手机扔了，心跳瞬间砰砰的剧烈加速。他们居然真的马上就要找上门了，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命？暴雨已经疯狂下了整整4天，顾修远租的那个小公寓彻底淹了，而此时的我早就囤够了物资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舒舒服服住在老爸送的豪宅里。那对背叛我的渣男和假闺蜜打听到我这里的地址之后，正划着个破皮挺过来投奔我，逼着我一定要开门救他们。于是我吓得赶紧跑到了大门口。记得上辈子我不光带沈初雪来过这公寓，还傻乎乎给过他一把备用钥匙，结果最后他却伙同那个渣男把我关起来，活活看着我被水淹死。所以既然我重活一世，就绝不可能再给他们伤害自己的机会。然而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重生后我就换了锁，沈初雪手里那把钥匙根本打不开，我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虽然心里有了底，我还是把防盗门仔仔细细检查一遍，必须确保它是绝对牢固安全的。检查完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卧室，把厚重的遮光窗帘全都拉上，让自己跟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。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他们的死活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，这一世打死我也不会开门收留他们。突然一阵声音传入睡梦中，我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给惊醒，而我心里也很清楚，
一定是那两个人来了。于是光着脚悄悄走到大门边，对着门上的猫眼往外看，只见顾修远和沈初雪就站在门口，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顾修远正在拼命地拍打着铁门，扯着嗓子大喊让我赶紧开门，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恐慌。而此时沈初雪嘴唇冻得发紫，浑身直哆嗦。等顾修远大概敲了有10几分钟后，就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。他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铁棍子，只见他抡起手里的铁棍，使出吃奶的劲儿往我家门上砸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我早已将门加固成银行金库级别了。他想靠根破铁棍就砸开我的门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见大门纹丝不动，沈初雪便开始小声劝他，别生气了，咱们就先在这儿待着吧，至少这儿目前还是挺安全的。我通过监控看得一清二楚，在那个漆黑又肮脏的楼道里，这两人竟然不管不顾地亲热起来。我胃里一阵翻腾，差点就要吐了。他们身上明明那么脏乱，刚从洪水和垃圾堆里爬出来，居然还能下得去嘴亲热，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真爱啊！连世界末日都挡不住他们。可是这种温情没持续多久，顾修远就又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。随着夜晚的时间一点点推移，走廊里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，沈初雪竟然开始发高烧了，她浑身发抖，缩在冰冷的地上，很明显这是已经烧糊涂了。顾修远心疼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外面的一切，此时目光扫过货架上的医药箱，里面备满了各种退烧药和消炎药，但我只是盯着药箱冷冷一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沈初雪突然狠狠一巴掌甩在顾修远脸上，只听见沈初雪气急败坏地骂道：跟着你这种废物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要是我现在还跟着安安，肯定在屋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当初怎么瞎了眼跟你鬼混在一起。顾修远直接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他的半边脸迅速红肿了起来，不过他只是沉默了一小会儿，接着就卑微的小声哄着沈初雪：初雪，你再稍微忍一下，说不定一会儿你的烧就退了，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了，我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顾修远在我的印象里一直都是个阳光体贴的暖男形象，如今在沈初雪面前竟然这么卑微，我真不知道当初到底看上他哪点。沈初雪根本不理会顾修远的安慰，满脸写的都是对他无能的鄙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公寓的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，门外那对背叛我的男女正在拼命哀求，而我却死活没有开门，反倒是对面的房门先打开了。我通过门口的监控屏幕清楚地看到，对面屋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，只见他的目光就像钉子一样，死死盯在沈初雪湿透的衣服上，甚至足足看了半分钟，馋的口水都快要流到下巴上了。我坐在舒服的沙发上盯着监控看，只见顾修远侧身挡在沈初雪面前，刚想要开口说点什么，壮汉一把就把顾修远给拉开了，然后一脸好色地对着沈初雪说道：美女乖乖跟我走吧，我家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美食药品热水还有舒服的大床，跟着我保证让你过得舒舒服服。看着沈初雪那渴望的眼神，旁边站着的顾修远瞬间气疯了，他挥起一拳就打在那个大汉身上，两个人直接就这样扭打在了一起。顾修远本想逞英雄挡在沈初雪的身前，结果直接被那壮汉一把就给推到了旁边。看着沈初雪明显动了心，我忍不住冷笑，这个昔日里总是嫉妒我还抢我男友的闺蜜，骨子里竟然还是这么的贪得无厌又自私。顾修远见状气得快要发疯，于是挥拳再一次朝那壮汉打去。谁知道沈初雪反倒开口喝止了顾修远，然后顺从的任由那个壮汉把自己扛起来，头也不回地朝着那间豪华公寓里走去。这一幕让顾修远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就像个木头一样呆呆地愣在原地，直到对面的公寓大门眼看就要关上了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大声质问对方。而此时沈初雪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，随后更是绝情地说：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可怕的暴雨和洪水，只要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大门被壮汉砰的一声关上，这漆黑的走廊瞬间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顾修远。我冷眼看着他那副丢了魂似的惨样，心里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，剩下的只有那种大仇得报的痛快感。没过多久，那屋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味，早就饿坏了的顾修远再也忍受不住，他竟然转头去敲响了对面壮汉的房门，语气低声下气的在门口苦苦哀求着：大哥，求求你，赏我2口吃的救救命吧，刚才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么冲动，求你就好心施舍给我一点吃的吧，我女朋友家里非常有钱，可以让她马上给你转很多钱。而我听完便开始冷笑，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，顾修远竟然还想着从我身上捞点好处，可是屋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搭理他，反而隐约传出来一些让人脸红的声音。顾修远一听瞬间就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他气得全身都在发抖，额头也开始青筋直冒，紧接着愤怒地捡起了地上的一根铁棍，比刚才砸我家门还要凶狠上100倍。而此刻房里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大了，顾修远最后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，只见他浑身哆嗦，嘴唇发紫，脸色煞白，整个人像烂泥一样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正安稳地坐在餐桌前，边吃着泡面边盯着监控看这场好戏，这剧情真的比电视剧还要刺激精彩得多。回想上一世，沈初雪就是因为嫉妒我家境优越，而且男朋友还长得帅气，于是就硬生生把顾修远从我身边给抢走了。这对渣男渣女后来联手对我谋财害命，把我关在满是积水的房间，活活给淹死。到了这一世，沈初雪为了自己能活命，毫不犹豫的就把顾修远给抛弃了，这大概就是渣男顾修远应得的报应吧。吃完了手里的面，我又起身走到窗户边，外面的暴雨还在疯狂的下，而洪水也已经淹到了10楼。看着这个水位不断上涨的恐怖速度，我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的位置。
老天爷就像是彻底打开了眼泪的闸门，疯狂地向世间的人们哭诉着不幸。手机平台上求助的信息更是铺天盖地，看着那些充满绝望的求救文字，我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悲凉感。不过随着城市开始大面积停电，网上信息的更新频率也变得越来越少，但我还是无意中注意到了一张图片，一个憔悴的母亲抱着2个饿坏的孩子，看样子已经彻底不行了。我实在不敢再看，只能把手机放一边。在这个残酷的末日世界里，谁也救不了谁，而唯一能靠的只有自救。就在这时，妈妈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她语气关切地问我这边情况怎么样了。听到妈妈那熟悉又亲切的声音，我心里顿时涌起了一阵暖流，仿佛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都被赶跑了。我赶紧告诉她，我这边一切都挺好的。妈妈在电话那头安慰我说，幸亏那时候听了你的劝告，我们赶在暴雨来临之前，提前把物资都搬到了山顶的老房子。现在我们在山上这日子过得还挺舒服，我爸妈手里正好攒了一点积蓄，他们以前在老家山顶盖过一栋小别墅，每年夏天都会专门上去度个小假。如今暴雨来了，这房子刚好派上用场。知道爸妈一切平安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毕竟在这场可怕的末日灾难之中，家人能平安无事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。在末日里，我也没有停止身体锻炼。听说这场大暴雨会整整持续半年之久，这注定是一场漫长又艰难的持久战。光是拥有充足的生存物资还是不够的，还要拥有一个足够健康的身体才行，以及一个时刻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。所以每天坚持健身和阅读是我的必修课。不过就在那天夜里，我突然失眠了。黑暗中，我隐约听到门外有点动静，我习惯性地坐到了电脑前查看监控。这一看，直接把我给吓了一大跳。只见沈初雪正从门缝里面伸出一只手，往外扔出了几个苹果，还有一袋子面包。顾修远一看到吃的，就像饿疯了的野狼，猛地一下就从地上直接弹跳了起来，伸手一把就死死地拽住了那个门框。他眼睛里充满了愤怒的火焰和恨意，看着他那副近乎疯狂的恐怖模样，我心里都忍不住感到一阵阵的心悸。沈初雪哪有顾修远那么大的力气？眼看着那个大门就要被顾修远给拉开了，我隔着屏幕都替沈初雪捏了一把冷汗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壮汉才走了出来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就被顾修远一铁棍砸倒在地。随着几声闷响，那个壮汉瞬间就成了一具尸体，而顾修远则站在旁边放声狂笑，他的五官扭曲得像个恶鬼一样，竟然透着一股赶走入侵者的得意劲儿。我死死盯着监控屏幕，吓得全身发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顾修远突然转身走到了我的房门前，他对着摄像头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：安安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心里真的特别想念你，我依然深深的爱着你，你有没有想我呢？我被吓得喉咙发紧，说不出话，手指抖得连打字都费劲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绝不能让他产生怀疑。我赶紧回了一条，说我也想你，这些日子手机没信号，早就没电了。顾修远紧接着又回过来一条，我之前给咱妈打过电话了，她明确跟我说你根本不在家，还说你人根本就没有回去，你是不是在故意骗我？我瞬间吓出一身冷汗，于是赶忙解释道，那天和你挂完电话我才到家的，所以我妈当时以为我还没回去呢。这条消息发出去没过多大一会儿，顾修远的消息就又弹了出来，宝贝，我太想你了，你具体在哪呢？我现在立马就过去找你团聚。我强忍着反胃回复道，我还在老家，正跟我妈待在一块儿呢。先不说了，我们这儿又停电了。我迅速扔下手机，然后继续盯着屏幕，而此时顾修远也正死死盯着我家大门，他好像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其实就躲在这间公寓里面，幸亏我装的针孔摄像头极其隐蔽，顾修远压根就没有发现他的存在。此时此刻，他最应该干的事，不应该是到处寻找我的下落，而是处理地上那个断气的大汉。旁边的沈初雪早就已经吓傻了，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，动弹不得。顾修远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，随后扛起那壮汉的尸体就上了天台。只听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那壮汉彻底消失在滚滚洪水中。这一幕在不知情的人看来，无非又是个受不了末日折磨而轻生的。等把壮汉的尸体处理干净之后，顾修远直接把瘫在地上的沈初雪拖进屋里面。沈初雪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吓呆了，眼神里除了恐惧什么都没有，任由顾修远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房间。随着对面公寓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在那之后，沈初雪便彻底对顾修远言听计从。转眼间8个月的时间匆匆过去，原本无休止的暴雨终于有了停歇的迹象，但是气温却开始断崖式下降，整个世界仿佛瞬间进入了冰河世纪，洪水冻结成了厚厚的冰层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在城市上空呼啸。在长时间的极端天气里，城市的供电系统早已瘫痪，而我坐在温暖的客厅里喝着热咖啡，屋内的温度计显示着舒适的24度。这多亏了我当初铺满阳台的太阳能板，哪怕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，依然能勉强维持着家里的供暖和照明。而通过监控屏幕，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，顾修远和沈初雪裹着所有的破棉被，两个人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瑟瑟发抖。那个被杀害的壮汉家里原本囤积的食物其实并不算多，再加上顾修远那几个月的挥霍无度，他们现在已经断粮整整3天了，饥饿和寒冷正在一点点吞噬他们的人性。顾修远那张原本帅气的脸，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窝深陷，看起来就像是个从地狱爬出来的饿死鬼。沈初雪更是惨不忍睹，满脸的冻疮，头发像杂草一样，早就没了当初那副清纯女神的模样。她此刻正用怨毒的眼神盯着顾修远，因为就在刚刚，顾修远抢走了他手里最后半块发霉的饼干。这种狗咬狗的戏码，在这8个月里我已经看了无数遍，但每一次都让我觉得无比解气。就在我以为他们会在沉默中灭亡时，顾修远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的眼神死死盯着我这边的房门，那是一种濒临死亡时的疯狂。他手里拿着从壮汉家里翻出来的电钻。顾修远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一样，对着沈初雪说道：
安那个贱人肯定就在对面，我这几个月一直听见那边有动静，而且那边的门缝里一直透着光，说明他那里不仅有吃的还有电。只要我们能把这扇门给撬开，以后我们就能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。沈初雪听到有吃的眼神瞬间亮了，她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也不管刚才被抢食的仇恨了，竟然主动帮顾修远拖起了插线板。看着屏幕里这两个已经丧失理智的人，我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。既然你们非要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走到玄关处，从鞋柜暗格里取出了那根防爆电击叉，又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压电网开关握在手里。当初装修的时候，我就让人在防盗门的夹层里通了电，只要我按下开关，整扇门瞬间就会通上3000伏的高压电。顾修远拿着电钻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门口，他狞笑着把钻头对准了我的门锁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着：啊，你这个自私的女人，明明有那么多物资，却看着我们饿死，等我进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就在钻头接触到门锁的一瞬间，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中的开关，滋啦一声巨响，蓝色的电弧瞬间在门体上炸开。顾修远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整个人就像触电的青蛙一样被弹飞了出去。他重重地撞在走廊的墙壁上，手里的电钻冒着黑烟掉在一边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头发都被电得竖了起来。跟在他身后的沈初雪被这一幕吓傻了，尖叫着往后退，一屁股跌坐在冰冷的地上，裤裆瞬间就湿了一大片。我冷笑着打开了门上的传声筒，对着外面狼狈不堪的两人说道：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家这门有点漏电，下次想做客记得先提前预约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地上的顾修远猛地抽动了一下，他艰难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怨毒。啊，你果然在家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居然在门上通高压电，你是想杀人吗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：杀人我可不敢，我只是在正当防卫，倒是你们两个拿着电钻撬我家门，这应该算是入室抢劫吧。在这个没有法律的末世里，入室抢劫可是会被打死的哦。顾修远挣扎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，那一击虽然没要了他的命，但也让他丢了半条魂。他知道硬闯是绝对没戏了，于是又换上了那副虚伪的嘴脸。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和初雪在一起，但我真的快要饿死了。看在我们曾经相爱一场的份上，你给我一口吃的吧，哪怕是一包方便面也行啊。沈初雪也跟着哭喊起来：啊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啊，以前我们一起逛街，一起吃饭，你忘了吗？都是顾修远逼我的，是他强迫我的，你要救救我啊。看着他们这副摇尾乞怜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无比恶心。我从猫眼里看着他们，冷冷地说道：省省力气吧，我的物资就算是喂狗，也不会给你们1粒米，你们就在走廊里慢慢享受饥饿吧。说完，我直接关掉了传声筒，任凭他们在外面如何哀嚎咒骂，我都充耳不闻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安宁。这栋楼的结构在长期洪水的浸泡下，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隐患。昨天夜里我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，而且窗外的冰面正在不断挤压墙体。35层虽然高，但如果地基塌了，这里瞬间就会变成我们的坟墓。我重新坐回沙发上，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卫星电话，这是末世前我花重金买的，就是为了在断网断电时能联系外界。我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，电话那头很快传来了爸爸沉稳的声音：是你吗？你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听到爸爸的声音，我眼眶一热，强忍着泪水说道：爸，我这里暂时还安全，但是这栋楼可能撑不了太久了，我想去山上找你们。爸爸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说：千万要小心，现在外面的冰面很不稳定，有些地方虽然冻住了，但下面还是湍急的洪水，而且现在外面有很多幸存者结成了强盗团伙，你一个人出来太危险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说道：爸，你放心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我有冲锋舟还有武器，我也不是当初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了。我和爸爸约定好了汇合的地点，就在城市边缘的那座信号塔下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开始进行最后的整理。我把那2把复合弓背在身上，腰间别着开山刀和电击枪，最重要的物资其实早就被我转移到了空间里。没错，这才是我的终极底牌。重生后，我不光有了记忆，还意外获得了一个随身储物空间。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我才故意在家里堆放了那么多东西。现在我要轻装上阵，离开这个即将崩塌的牢笼。夜幕降临，窗外的寒风呼啸得更加猛烈。我来到阳台，这里的落地窗正对着城市的另一侧，避开了走廊里的那2个垃圾。我取出了早就藏在阳台的充气冲锋舟，这艘船是我特意改装过的，船底加装了防刺钢板，尾部是一台大马力的静音马达。我熟练地给冲锋舟充气，检查油箱里的燃油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用逃生绳索将冲锋舟慢慢放到楼下的冰面上。现在的水位已经涨到了20层，距离我也就只有10几层的高度。我顺着绳索利落地滑了下去，寒风像刀割一样刮在脸上，但我心里的火焰却越烧越旺。就在我刚刚跳上冲锋舟的时候，头顶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，是沈初雪的声音。原来这2个人不死心，一直在楼道的窗户边盯着我的动静。快看啊，顾修远，那个贱人要逃跑，他有船，他竟然有船。顾修远的沙哑的声音紧接着传来：你别想跑，带上我们，快带上我们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35层的窗户边探出了2颗黑乎乎的人头，顾修远手里竟然举着一个花瓶，狠狠地向我砸了下来。啪的一声，花瓶砸在距离我不远的冰面上，碎片四处飞溅，差点划破我的冲锋舟。我冷冷地看着上方，既然你们这么急着去投胎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。我没有急着发动马达，而是从背后取下了复合弓，搭上一支碳素钢箭，拉满弓弦，瞄准了上方的窗口。顾修远显然没想到我有这一手，吓得怪叫一声缩回了头。但我这一箭本来也没想杀他，太便宜他了。
嗖的一声，利箭划破夜空，精准地射穿了他们窗户上方的一根排水管。那根早已冻裂的水管摇摇欲坠，被这一箭射中后，轰隆一声断裂开来，巨大的冰柱带着碎石直接砸向了他们所在的窗户，玻璃瞬间粉碎，寒风夹杂着冰渣疯狂地灌进楼道。我甚至能听到沈初雪凄厉的惨叫声。没有了窗户的遮挡，今晚的零下40度低温足够让他们好好享受一番了。再见了，渣男渣女，希望你们能在那冰窖里多撑几个小时。我冷笑一声，启动了静音马达，冲锋舟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在冰封的城市峡谷中穿梭而去。离开了小区的范围，眼前的景象更加令人震撼。昔日繁华的都市此刻只剩下一片死寂，摩天大楼像是一座座孤岛，矗立在茫茫的冰原之上，到处都是被冰封的车辆和树木，偶尔能看到几具冻僵的尸体，保持着挣扎的姿势被封在冰层里。我驾驶着冲锋舟，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尖锐的障碍物。虽然我有空间和武器，但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大自然才是最恐怖的杀手。就在我行驶到市中心广场附近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几道强光，几艘改装过的快艇正在冰面上滑行，朝着我的方向疾驰而来。是那些强盗团伙。在末世里，这种拥有交通工具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，他们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我立刻压低身子，关掉了冲锋舟上的灯光，试图借助周围的废墟隐藏自己，但是对方显然早就发现了我。扩音器里传来了嚣张的喊话声：“前面的船停下，交出物资，饶你不死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握紧了手里的复合弓，想抢我的东西，那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命花。我猛地一达方向，冲锋舟灵活地钻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，这里两边都是高楼，正好可以限制他们的人数优势。那几艘快艇紧追不舍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街道里回荡。追逐战在冰封的街道上展开，对方显然也是亡命之徒，甚至有人开始向我这边扔燃烧瓶，火焰在冰面上炸开，火光照亮了四周。我冷静地观察着地形，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左边是一栋倒塌了一半的写字楼，大量的钢筋混凝土横在路中间，这是一个绝佳的陷阱。我故意放慢了速度，装作慌不择路的样子朝那边冲去。后面的强盗以为我慌了，兴奋地怪叫着加速冲了上来。就在即将撞上障碍物的一瞬间，我猛地拉起船头的牵引绳，利用一块翘起的冰板做跳板，冲锋舟腾空而起，险之又险地飞越了那堆废墟。而紧跟在后面的那艘快艇就没那么好运了，驾驶员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快艇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钢筋混凝土上，火光冲天而起，惨叫声瞬间被爆炸声淹没。剩下的两艘快艇见状，吓得连忙急刹车，船身在冰面上剧烈打转。趁着这个混乱的间隙，我再次拉满弓弦，连发3箭，每一箭都精准地射中了对方驾驶员的咽喉。这是我在末世前苦练了整整2年的成果。解决掉追兵后，我没有丝毫停留，继续全速向着城外驶去，因为我知道刚才的爆炸声很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掠夺者。经过整整一夜的惊险航行，天边终于泛起了鱼肚白，城市的轮廓已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。前方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山脉，那就是我父母所在的老家。这里的地势极高，并没有被洪水淹没，山上的植被依然茂密，甚至能看到一些绿色的生机。我把冲锋舟藏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，背上装备开始徒步登山。虽然身体已经极度疲惫，但回家的渴望支撑着我一步步向上爬。山路崎岖难行，积雪没过了膝盖，但我每走一步心里就踏实一分。大概走了2个小时，我终于看到了那座熟悉的信号塔，而在塔下，2个苍老的身影正站在寒风中翘首以盼，是爸爸和妈妈。他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山下的方向。这一刻，我所有的坚强防线彻底崩塌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大声呼喊着：“爸妈，我回来了！”二老听到声音，身体猛地一震，妈妈直接哭瘫在了地上，爸爸也是老泪纵横，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。我们一家3口紧紧相拥在雪地里，感受着彼此的体温和心跳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艰辛和危险都值了。爸爸抹了一把眼泪说：“外面太冷了，快进屋。这里虽然不如市里的房子豪华，但好在当初建的结实，而且按照你的嘱咐，我们囤了不少煤炭和木柴。”走进这栋位于山顶的2层小别墅，一股暖意扑面而来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妈妈赶紧帮我脱下结冰的外套，心疼地看着我消瘦的脸庞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瘦了，受苦了吧？孩子饿不饿？妈给你煮碗热粥去。”看着妈妈忙碌的背影，我的鼻子又是一酸。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屋里的物资虽然堆得满满当当，但大部分都是些耐储存的红薯土豆，还有一些风干的腊肉。但毕竟资金有限，能囤积的东西并不算太丰富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我回来了，这以后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。趁着妈妈去厨房的功夫，我让爸爸先把窗帘都拉上。他虽然一脸疑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确保门窗都已经关严实后，我意念一动，接着大手一挥，原本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瞬间凭空出现了几大箱物资，有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甚至还有那一箱我最爱的车厘子。紧接着是各种真空包装的顶级牛排，鲜活的波士顿龙虾，还有那几台我在暴雨前买的大冰柜。爸爸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结结巴巴地指着地上的东西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安安，你会变魔术啊？”我笑着解释道：“爸，这是我在末世觉醒的特殊能力，有个随身空间，咱们家所有的家当，还有我这几个月搜集的物资都在这儿呢。”这时候妈妈端着粥出来，看到这一幕差点把碗摔了，我赶紧扶住她：“妈，以后咱们不用省吃俭用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咱们要在这个末世里过得比谁都好。”
有了我的空间物资加持，山顶别墅的生活质量瞬间提升了几个档次。外面是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，别人在为了半块发霉的面包杀红了眼，我们家却在温暖的壁炉前吃着火锅，铜锅里涮着鲜嫩的羊肉卷，蘸着我之前特意囤的芝麻酱，那滋味简直绝了。爸妈的精神状态也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，不再像过去那样愁眉苦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和爸爸花了1周的时间，把别墅周围的围墙又加高了1米，还在墙头上布满了碎玻璃和铁丝网。我在院子的必经之路上挖了好几个隐蔽的陷阱，里面插满了削尖的竹签。虽然这里地势偏僻，但难保不会有流窜的幸存者摸上来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就是末世生存的铁律。每天晚上，我看着空间里下载了几百部电影和电视剧，面前爸妈笑得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这或许就是我重生一世最大的意义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2个月，极寒天气似乎还在持续，但无论是多严酷的冬天，总有过去的一天。那天我正在屋顶清理积雪，忽然用望远镜看到山脚下有些异样，积雪融化了一些，露出了一辆被遗弃的破车，而在那车旁边竟然蜷缩着2个已经冻僵的人影。我心里一动，调整焦距仔细看了看，虽然那2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，但那件破旧的牛仔外套我很眼熟，正是顾修远当初穿的那件。而在他旁边那具瘦小的尸体，看那身形应该就是沈初雪。原来他们真的逃出来了。可惜的是，他们没有死在我的剑下，也没有死在洪水里，而是活活冻死在了寻找生路的半岛上。距离我的避难所仅仅只有几公里的路程。看着他们凄惨的死状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甚至连一丝快感都没有，仿佛只是看到了2只死去的路边野狗。他们的爱恨情仇，早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就被我彻底斩断了。接着我放下望远镜，便转身回到屋子里。妈，今天中午我想吃红烧肉，多放点糖。转折点出现在末世降临后的第12个月。那天清晨，久违的阳光终于刺破了厚重的云层，照在了白茫茫的大地上。气温开始缓慢回升，冰层融化的声音如同天籁一般在山谷间回响。虽然伴随而来的是腐烂尸体和垃圾散发的恶臭，以及可能爆发的瘟疫，但我早有准备。我拿出了囤积的防护服和消毒水，把别墅彻底消杀一遍，并且严令禁止爸妈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出门。与此同时，沉寂已久的收音机里终于传来了滋滋啦啦的人声。这里是官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，暴雨灾害已经结束，洪水正在消退，请幸存者保持冷静，就地等待救援，或是前往各大城市的临时安置点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爸爸激动得手都在抖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上头没有放弃我们，咱们终于熬出头了。”我也长舒了一口气，虽然我有空间有物资，但这暗无天日的末世生活终于要结束了。文明的火种并没有熄灭。随着气温回暖，山上的冰雪消融，露出了久违的黑土地。我和爸妈开始在院子里开垦菜地。我从空间里拿出了珍藏的种子，小白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辣椒。把种子撒进土里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新生的希望，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罐头食品，而是带着泥土芬芳的生命。半个月后，第一批嫩绿的幼苗破土而出，看着那一点点绿色，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与此同时，山下的世界也开始忙碌起来。军绿色的卡车和直升机开始频繁出现，大规模的消杀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。虽然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但我看到无数的人们正从废墟中走出来。虽然他们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，但眼神里都有着对未来的渴望。我决定不再隐藏，我挑选了一些我们用不完的物资，主要是药品和压缩饼干，装了满满几个大背包，趁着夜色悄悄放在了山脚下救援队的必经之路上，并在上面留了一张纸条，这是幸存者的一点心意，请转交给需要的人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便悄悄回到了我的山顶小窝。灾后重建的工作比想象中要艰难，但人类的韧性是无穷的。3年时间匆匆而过，曾经被洪水淹没的城市，如今已经清理出了大片的空地，新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。虽然不再是以前那种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但那种坚固实用的多层住宅，让人看着就觉得踏实。我和爸妈也搬下了山，我们用手里剩余的黄金和物资，在新城区换了一套带院子的小平房。凭借着我在末世前囤积的大量种子，还有我在山上积累的种植经验，我成为了新城区农业基地的技术顾问。爸妈也在社区里找了份轻松的工作，每天和邻居们聊聊天、打打牌。大家都绝口不提那段黑暗的日子，但每个人都倍加珍惜现在的每一粒粮食。顾修远和沈初雪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过，他们就像那场暴雨中的尘埃，被彻底冲刷进了历史的下水道。而我依然保留着那个神奇的空间，但它现在更多的是用来存放我和家人出游时的野餐帐篷，还有那一相册记录着新生活美好的照片。